介绍一种不用制作模板，用简单的工具裁剪和拼缝立方体的方法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你订阅，别忘了点击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新的视频。讲解一下立方体的拼接。这个立方体呢，它是由那个等边的平四边形组成，是三个，是吧？3种颜色，这样一个呢是绿色，这是一个呢深绿色，这是一个米色。所以这种拼接的话呢，一般如果是用做模板进行拼接的话呢，就是做一个菱形的模板，然后分别裁剪的3种颜色的布料，然后呢再一点点的拼接起来。这个平四边形的拼接呢是比较麻烦，因为呢它都是有角度，所以你在拼接的一个一个的拼接的时候呢是有一定的难度。今天呢讲一下呢，就是说比较简易的一个方法，裁剪呢和拼接的方法。这个呢就是说现在咱知道它呢是3种颜色拼接，所以你这样的话，你裁布的时候呢一般呢是这样，你裁那个这中间1条，两边2条，是吧？这个2个呢米色的，一个呢深红色的，另外呢一个呢也是3条，2个呢咖啡色，中间呢也是深红色，是吧？需要这么样拼接。裁呢都是裁的是直条，裁完直条以后呢，然后分别呢是用2个米色和一个深红色，和2个呢咖啡色和一个深红色的进行拼接。拼接都拼成那个是长条了以后呢，然后呢再进行那个裁剪。裁剪的时候呢，可以用刀呢直接来进行裁剪。像这个的话呢，就是说这儿呢是60度，是吧？60度斜角，然后呢裁若干条，需要多少裁多少条。就是说你裁的时候呢，就是说用刀呢可以，是吧？来根据它的这个宽度呢，需要的宽度呢进行裁剪。这里呢需要先解释一下什么呢？就是说我这3条布，是吧？它分别需要裁多宽，也就是说呢，它中间1条深红色，两边的2条呢这个米色。假如说呢你需要这个米色呢，你定一个尺寸。现在举个例子说呢，你假如呢你现在定它呢宽度呢是3公分，这样的话呢你就需要呢加上2个做缝。这个就是说呢你首先要确定呢这直条呢它的宽度，这个要根据什么呢？要根据你这个要拼接完以后的这个立方体它的边长来确定，是吧？如果你确定了这个边长以后呢，你这个条裁的宽度呢也可以确定，或者是说呢我先确定这个直条的宽度。就刚才说呢，你如果是3公分的话，然后加上2个做缝。做缝的话呢，就是缝份的话呢，如果对于普通缝纫机来说呢，一个缝份呢它就是0.6公分，这样的话加上2个呢，它就是1.2公分的做缝，3公分的加上1.2呢就是4.2，对吧？也就是说需要拼接的这3个长条呢，这2个米色的呢它需要裁剪呢是4.2公分，中间的这个深红色的它的做缝呢要再加上2个做缝，也就是在4.2的基础上呢再加上2个做缝1.2，每一个做缝呢是0.6加上1.2， 4.2加上1.2呢就是5.4，所以就是说在这3条拼接以前，这个中间的这个红色的这个条呢，它需要裁剪是5.4公分，两边的米色的呢是裁剪4.2公分。裁成直条以后，再把它们分别的拼接。这个
咖啡色和中间的是红色，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。咖啡色这条呢也要裁剪是4.2公分，是吧？中间的这个红色呢，深红色呢也是要裁呢5.4。这就是举个例子，当然就是说根据你不同的需要和大小呢，可以改变这个尺寸，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记住，就是说两边的这2条的尺寸确定以后，中间的这个要比它再增加2个作缝。这样的话，你将继续往下裁和继续拼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拼成这样的，是吧？等边的6边形了。所以咱们就是说，下面呢，就是这个它们之间的拼接呢，咱就不用管了，是吧？就这个直条的拼缝，就是说你拼完了以后，然后60度角的裁剪。要记住呢，这2个呢，它是方向是不一样的，是吧？这2个的方向呢是不一样的。这个2个浅色的中间一个深红色的，它是这样60度，是吧？这2个深色的咖啡色中间一个红色的，它是这样60度来裁剪，是吧？裁完了以后，然后呢，那个裁完以后呢，就是这种情况，是吧？把这个米色的和这个深红色的再裁1条。裁完1条以后呢，它这个分别这个2个颜色的呢，在这个中间的深红色的这个菱形平行4边形的，它这个短的对角线，然后呢再裁剪1道。裁剪1道，把这个呢也是同样的方法。你这个裁剪的布料啊，就直条的时候裁剪的合适不合适，是吧？裁剪的尺寸对不对？你这样到这一步的时候，你自己都能够检查出来。你看，你中间的这个深红色，它如果出来的是一个等边的直角三角形，这说明你这个裁的呢是对的。然后呢，这样再把它们分别的呢拼接起来，这样拼接，也就跟这条一样，把它拼接起来。拼接完了以后呢，把这条分别的拼接完了以后呢，你就可以呢再把它们互相的再拼接起来。你看这样啊，再拼接起来。这个当然它这下面是没拼接的，拼接完了以后呢，就应该是像这种情况了，是吧？立方体呢它就出来了。这就是拼好的2条啊，这一条呢就是刚才两相拼的。下一步呢就是把这一条呢再继续接上。接的时候这个要注意呢，它这个要对上它这个点都要对上，用珠针呢固定一下。用珠针呢分别在缝合点上都固定好了，固定好了以后呢就可以缝合了。这就是拼接完了以后的这个，一共是拼了3条，这就能看出来立方体了。做这个拼缝的时候呢，它是和菱形的互相拼接呢，这个操作是不太一样。但是呢，虽然是它这个比较简单，但是呢，它这个每一步啊，它的裁条呢都要尽量的精确。另外呢，在拼缝的时候呢，也应该是注意它缝合点衔接的地方。这样的话呢，你才出来的这个立方体，比较匀称。如果你喜欢我